1947年8月7日，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中外媒体瞩目下来到革命圣地延安。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来，这是胜利者在巡视失败者的领地，是国民党事业如日中天的标志。然而只有蒋介石心里清楚，这只不过是最后的倔强而已。自从5个月前毛主席放弃这座城市开始，他就一步步掉进了毛主席为他精心编织的战略陷阱中。3个月前，得意门生张灵甫兵败孟良崮；1个月前，共产党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后，自开战以来，国民党高歌猛进的进攻态势就已经戛然而止了。蒋介石心里很清楚，攻守开始易行了。那么蒋介石是如何一步步掉进毛主席战略陷阱的呢？1946年6月，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，悍然发动全面内战。内战爆发初期，双方的实力对比相当悬殊。军事上，国民党军队人数高达400万，其中还有不少王牌式装备着清一色的美式装备。经济上，国民党占据除哈尔滨外所有的大城市，外加美国提供的50亿美元援助资金，可谓是财力雄厚。政治上，蒋介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，把当时中国能够出卖的主权一次性低价清仓，从而换来了美苏2个超级大国的鼎力支持。不同于电视剧宣传的那样轻松加愉快，我方在战争开始阶段其实是相当窘迫的。就连毛主席在建国后也曾说过，他人生中有2个最难的抉择，一个是出兵朝鲜，另一个就是在1946年跟国民党开战。由此可见，这场战争他并不愿意打，至少不想在那个时间点打。可老蒋不给活路，也只好奉陪到底了。既然决定要打，那双方悬殊的实力对比就是毛主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了。为了对冲国民党的兵力优势，毛主席采取了粟裕的建议，实施内线作战。所谓内线作战，就是把国民党军队放进解放区，拉长他们的补给线，利用解放区的天时地利人和，让国军各部无法及时救援，从而各个击破。在关外，毛主席则是用刘少奇同志的建议，让开大路，占领2乡，把兵力下沉到农村搞土改，放任国民党占领大城市，从而摊薄他们的机动兵力。战争进行到1947年春季，东北那边经过3下江南、4保临江之后，国军的进攻兵力已经到达极限，剩下的军队只能在大城市里干瞪眼，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天天做大。与此同时，关内这边也是连战连捷，粟裕在苏北淮南一带用兵如神，把国民党军队打得鼻青脸肿。但煌煌胜绩的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隐患。内线作战毕竟是在解放区内部打的，时间一久必然会对解放区的经济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。华东方面随着国民党军队一起进入解放区的，还有臭名昭著的还乡团。这些人的手段有多恶劣，想必大多数朋友都是有所耳闻的。他们的存在给我党在乡村基层的统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，以至于税源大量流失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连连打胜仗，我军的俘虏人数急剧增加，要养活这些俘虏并把他们转化成解放军，这其中所需的资源本就是个天文数字。因此随着税源减少，支出剧增，哪怕是实力最为殷实的华东解放区都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了。至于陕甘宁根据地，那里的情况更是惨到了不忍直视的地步了。陕北本来就是穷地方，这9个月的内线作战打下来，人口流失了 40%， 税收下降了 50%。 再加上陕北是我党的政治中心，那里的政工干部高达17万人，再加上2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，脱产人口累计有19万之多。陕北全盛时期人口是150万，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只剩下90万，90万人养19万的脱产人员，这个比例实在是太恐怖了。据现存的史料记载，当时陕北的粮食价格足足暴涨了80多倍啊！当时情况危急到，就连毛主席每天都只有2碗稀粥果腹，这也就注定了内线作战必然不可能长久，是时候该做出改变了。然而内线作战虽然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。第一，国民党占领了解放区大量城市后，极大地摊薄了他们的兵力。第二，运输大队给我们送上了数十万经过军事训练的战俘，这些人只要经过思想改造，马上就能拉到战场上，填平双方的实力差距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内线作战我们扛不住，老蒋那边其实也不好受，前线屡战屡败，机动兵力越打越少，
东北局势在经过败家子陈诚的一通挥霍后，彻底转攻为守。到了1947年的时候，原先制定的全面围剿策略已经彻底破产，东北是没有指望了，要想破局只能从关内想办法。于是急于破局的蒋介石想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馊主意：重点进攻。所谓重点进攻，就是把原先全面进攻的兵力收缩成2个拳头，一拳打向经济中心山东，一拳打向政治中心延安。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，蒋介石此举纯属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。此时国民党的经济还没有出事，而共产党这边已经快崩溃。只要维持现状3到6个月，那么电视剧上那种史诗级的货币贬值就不是发生在国统区，而是发生在解放区了。可奈何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是那么的迫切，连这几个月的时间都等不得。结果的这一变阵，马上就让毛主席抓到了破绽。面对老蒋送上来的助攻，毛主席选择诱敌深入，欲擒故纵。陕北方面，毛主席面对胡宗南10倍于己的重兵集团，顶着大多数同志的反对，放弃陕北。周恩来倒是理解毛主席这一做法，以解放军的兵力跟胡宗南打守城战，确实是以卵击石。于是周恩来提议让毛主席东渡黄河到陈赓那里去避难，但毛主席拒绝了他的提议。他选择了最凶险的一条路，留在陕北，利用黄土高原的山沟沟跟胡宗南捉迷藏。毛主席很清楚，只要他和延安城在这里，蒋介石就算知道是个圈套，也会乖乖咬钩。只要他一咬钩，西北军就彻底被牵制住了。3月19日，中央放弃延安，转战陕北，胡宗南部如愿以偿地深陷泥潭。5月，华东方面粟裕等人退入山东丘陵，与国民党军队周旋，并于孟良崮战役于万军之中取上江首级，彻底掰断了山东铁拳的大拇指。至此，蒋介石打出去的2只铁拳被我们或刚或柔地给破解了。抗住重点进攻的暴击后，接下来就轮到我们反攻了。作为代价，蒋介石的2只拳头打出去后，会直接导致他的中门大开。如果能一拳打垮解放军，开就开了吧。可现在没打垮，问题就麻烦了。这时候在鲁西南一带作战的刘邓所部，在整个战略棋盘上就显得特别突出，他们犹如一柄尖刀一样，对准了蒋介石空出的胸膛。现在是时候把这柄尖刀捅出去，毛主席付出延安为代价，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？6月，毛主席便发报让刘邓抛弃中原根据地，半个月内千里跃进大别山。对于这个天马行空的命令，刘邓非常不理解，他们以准备不充足为理由，一拖再拖，一直拖到了7月份都没有动身的迹象。这其实也不能怪他们拖拉，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后人看来是神来之笔，可在当时人看来却不是这样的。首先你要抛弃根据地，变成无后勤无补给的流动作战部队，一旦前路受阻，马上就得崩溃。其二，蒋介石虽然中门大开，但这并不是说刘邓前往大别山的路上就没有军队阻拦，只不过是没有重兵集团而已。一旦被国军缠住，老蒋很快就会反应过来，继而调集重兵回防。其三，除了国军之外，当年花园口决堤放水造成那40多个县的黄泛区，也是一道不小的障碍。就算你半个月内克服这些困难，成功跑到大别山，那迎接你的还有敌人的重兵围剿呢。可以想见，敌人是绝对不会给你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时间的。到时候你这支军队就是无根浮萍，败亡只是迟早的事情。这些困难毛主席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可在他看来，只要能盘活全国大局，就算中野全拼光了也是值得的。7月初，毛主席发来最后通牒，滔滔雄文总结起来只有8个字：要中央还是要中野。这可是送命题，刘邓再也不敢犹豫了。7月8日，刘邓带军南下，途中经过黄泛区时，抛弃所有辎重跟重武器，轻装前行。随后7月27日，在阳山集突破国民党整编66师宋瑞科部阻击，并于7月28日到达大别山。老蒋得知消息后，派小诸葛白崇禧带了40万重兵集团前来围剿。白崇禧深知我军的厉害，坚决不给我们落地生根的机会。为了剿灭中野，白崇禧使出了3招毒计。第一是抱团前进，针对我党善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优势，他命令2到3个整编师抱团行动，确保我军一口吃不下。第二，招募地主土匪，实行保甲连坐制，严控百姓为我军输粮，一人通供，全村吃席。第三，采用滚筒战术，也就是车轮战对付我军。
一支部队与我军交战完毕，后面的部队立马跟上，绝不给刘邓大军喘息的时间。不得不说这几招真损啊，才4个月的功夫，钟也就撑不下去了。当年12月，刘伯承不得不跟邓小平分手，带着部队去跟粟裕、陈赓会合，只留下邓政委一个人在大别山牵制白崇禧。又过了3个月，邓政委也撑不下去了，只好向中央发报请求撤离。毛主席觉得大别山这步棋就此放弃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于是他便打算再来一次千里跃进大别山，让华东野战军的粟裕带几个师的兵力渡江南下，到江西福建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，让大别山的邓小平不喘一口气。结果粟裕此时早已酝酿好了中原决战的方案，说什么也不愿意渡江南下，反而要求中央同意他发动淮海战役的方案。双方就这样来来回回反复拉扯，到了3大战役爆发前夕才有了定论。可大别山的邓小平已经没时间等他们争出个所以然来了。邓政委不停地向中央拍电报要求撤离，最后毛主席只好万般不舍地批准了他的请求。12万人的中原野战军啊，从大别山出来的时候就只剩下 5.6 万人。中原野战军也成了解放战争期间5大野战军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支。千里跃进大别山，虽然前后只坚持了7个月的时间，但它的意义是巨大的。有了这7个月的时间，华东野战军成功消化了国民党军数十万俘虏，为淮海战役的爆发打好了军事基础。更重要的是，这7个月成功拖垮了国统区的经济。邓小平离开大别山的1个月后，上海就爆发了经济危机，最严重的时候，物价一天居然涨了11倍。1948年8月，蒋经国亲赴上海打虎，企图挽救岌岌可危的经济，结果踢到铁板，虎头蛇尾，无功而返，货币崩溃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国军其实已经败局已定了。就算没有后来那3大战役，国军也会在自我崩溃中走向末路的。最后再来说说这次军事行动的成败得失吧。总的来说，在解放战争初期阶段，我军是相当被动的。虽然内线作战取得了战术上的主动，可战略上依旧处于被动地位。如果不是蒋介石急于求成，露出这么一个天大的破绽出来，我军很有可能会在与国民党的对号中率先倒下。但即使蒋介石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，可如果没有高超的眼光、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坚韧不屈的意志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罢了。这正应了那句话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机会来了，你若是没有过人的实力，照样也是抓不住的。共产党能成大业，非为天时，亦一人谋也。